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90后小生人气大洗牌，3人下桌，2人上桌，杨洋边缘化，肖战意外。3月9日，剧耀东方2026电视剧品质盛典落幕。这场盛会的含金量，无需过多赘述便一目了然。由 SMG 与静安区政府联合主办，是国剧第一梯队盛典，90%专业评审加持，10%观众投票，拒绝流量至上，更是白玉兰奖的重要前哨，获奖即是行业风向标。而这场盛典也让90后小生的人气版图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洗牌，有人黯然下桌，有人强势上桌，有人意外登顶，有人逐渐边缘化，众生百态，令人唏嘘不已。3人下桌，谁还记得张若昀曾是品质盛典的常驻嘉宾？凭庆余年范闲一角，火遍大江南北，无人不晓。警察荣誉里的李大为更是圈粉无数，获赞连连。那些年，他是主流剧的香饽饽，获奖拿到手软。可24年过后，张若昀的事业明显出现了下滑趋势。2024年《庆余年2》的播出，拿下了当年剧王，再创巅峰。可这份巅峰，终究是吃着庆余年的老本，难以复制。张若昀去年播出的新巨人之初，更是高开低走，暴露短板。复杂的双螺旋叙事的手法，让不少观众直呼看不懂、追不动，最终与预期相去甚远，未能爆火。这也印证了张若昀离了庆余年，再难拿出现象级作品。他始终没能跳出范闲的光环，陷入吃老本的困境，难以自拔。没有新的爆款加持，主流资源与曝光度自然也会随之慢慢下滑。曾经的国剧宠儿，如今连盛典都未能受邀出席，说起来难免唏嘘，一手好牌终究没能稳住。内娱就是这样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从不是虚假。但作为同样曾站在顶流巅峰，同样没能守住优势的李现，他的处境其实比张若昀更显无奈。2019年，亲爱的、热爱的横空出世，李现饰演的韩商言成为无数人的现男友。那一年，他登顶顶流，热度无人能及。国剧盛典、品质盛典，他都是最核心的嘉宾之一。资源拿到手软，商业代言接到不停。可巅峰之后，李现也只出现过一段短暂的高光延续。继亲爱的、热爱的之后，国色芳华再度爆火。这部剧让他再添爆款，坐稳顶流位置，风光一时。但这份热度没能持续，很快迎来了滑坡。续作《锦绣芳华》虽延续前作故事，却没能复制辉煌。没有了第一部的破圈效应，热度也只局限在粉丝圈层，反响平平。之后的酱园弄，他试图颠覆偶像形象，寻求转型。可演技没能跟上转型步伐，被质疑融入角色不够深入。这部剧终究没能成为他的撑场面之作，口碑中规中矩，这才让观众对他的期待，在一部部不尽如人意的作品中被消耗，抗剧能力被频频质疑，资源也肉眼可见的降级下滑。曾经的顶流，如今连品质盛典都身影难寻。不是他不够努力，只是内娱竞争太过残酷，没有持续的爆款加持，再高的热度也会退去。但和张若昀、李现不同，王一博的下桌绝非被动出局。近几年，王一博的重心早已不在电视剧赛道，他选择转身，奔赴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，一边深耕电影赛道，向观众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。无名长空之王热烈累计票房超37亿，凭热烈提名金鸡奖最佳男主角，演技获认可。
一边追逐热爱，在极限运动的世界里发光发热。作为专业赛车手，他多次在赛事中斩获佳绩，更是在攀岩、攀冰等项目中不断挑战自我，持续解锁新身份。还推出了个人纪录片探索心境，口碑热度双爆。因此，王一博不是没资格上桌，而是他主动选择了更爱的赛道。这种清醒与果断，在流量扎堆的内娱尤为难得。他的下桌不是落幕，而是另一种精彩的开始。有人下桌，就有人上桌，这是内娱的生存法则。本次盛典，2位90后小生强势上桌，实至名归。白敬亭就是其中之一。2人上桌。提起白敬亭，很多人从《匆匆那年》的乔然开始熟知。这些年，他没有靠流量炒作，只靠作品说话。本次盛典，他作为开场红毯 C 位亮相，牌面拉满，一口气携3部作品出席，底气十足，气场全开。南来北往南红，我的助理不简单，步步能打。南来北往拿下央8年关，收视峰值一度突破 4.03。南红虽有争议，却凭热度刷屏全网。他饰演的桑延，傲娇毒舌又深情，圈粉无数。凭借多部爆款剧的稳定输出，他拿下年度品质表现力巨星，成为90后中生代的标杆，实至名归，无可争议。从青涩偶像到实力派演员，他走的每一步都很扎实。没有一夜爆红的幸运，只有日积月累的沉淀。这样的白敬亭能强势上桌，是偶然更是必然。可比起白敬亭的热度，张彬彬则显得低调许多。但低调不代表平庸，他的演技一直被低估。本次盛典，他以手术直播间男主身份出席，红毯与领奖环节均有重要镜头，待遇可见一斑。而他在剧中的专业表演，也征服了评委与观众。为贴合角色，提前体验生活，细节拉满。凭借这份扎实的演技，他斩获年度品质号召力巨星。演技与扛剧能力终于获得主流行业的肯定。从偶像男神到实力派演员，他默默沉淀了很多年。如今成功上桌，是对他多年努力最好的回报。但除了这5人，其实杨洋的处境才是最令人唏嘘的。杨洋边缘化，曾经的顶流小生，如今却一步步走向边缘化。杨洋的这种境地，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。其中最直观的就是作品口碑滑坡，扛剧能力受质疑。2023年《我的人间烟火》播出后，杨洋的口碑彻底崩盘。他饰演的消防员被批油腻、端着，脱离角色本身，让观众不适。也是那之后，他的路人缘一落千丈，难以挽回。而后续作品没能救场，《凡人修仙传》口碑一般。待播剧《雨霖铃》虽有期待，却尚未播出验证，让他的处境变得进退两难。除此之外，他的曝光度与商业价值也持续下滑。2025年至2026年，杨洋极少出席公开活动、时尚盛典，红毯曝光度远低于同代小生，国民度不断走低。从顶流到边缘化，杨洋如今的落差令人不胜唏嘘。可说起本次盛典最大的意外，无疑是肖战。肖战意外，谁也没想到这个曾深陷流量争议的演员会登顶视帝。肖战拿下的是 SMG 年度卓越品质之星及 SMG 视帝。这个奖项历来由60、70后戏骨垄断，含金量极高。他也凭此奖项创下了双重历史，震惊全网。他成为史上首位90后视帝，也是最年轻的视帝得主。34岁的年纪，打破了主流奖项对青年演员的隐形壁垒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并不是科班出身，是凭实力一步步走到这里的。《藏海传》中的藏海
让他征服了所有评审。细腻克制的表演，层次饱满的情绪，令人动容。社会局等名场面更是引爆全网，成为演技范本。但他的获奖最让人意外的原因之一，是被他拉满的反差感。曾经，他被贴上流量标签，被质疑没演技。很多人觉得他只是靠粉丝，撑不起主流奖项。可他用几年时间，完成了从偶像到实力派的蜕变。从《陈情令》的顶流，到《藏海传》的视帝，他用一部部作品打破偏见，赢得主流权威盖章。盛典上，他压轴红毯，坐在第一排 C 位，与孙俪邻座。领奖感言沉稳清醒，将荣誉归于角色与团队。在一众90后小生中，尽显牌面与格局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意外还改写了90后小生的梯队格局。同代小生中，仅他拿下最高视帝，断层领先，成为唯一能与中生代戏骨同台竞争的90后演员，让行业看到顶流肯沉心默戏就能成就品质。这场90后小生的大洗牌不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。未来谁能稳住地位，谁能逆袭翻盘，犹未可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唯有坚守初心，打磨演技，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内娱站稳脚跟，走得更远。毕竟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行业的认可从不偏心。实力才是内娱最硬的通行证，从来都是如此。